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檀健次新劇和不同周度殺青特輯，從濾鏡斬變成演技測謊儀，那雙眼讓古偶觀眾集體破防。你有沒有過這種經歷？看完一個3分鐘的殺青特輯，整個人半天緩不過神。我剛刷完和不同周度那條特輯，就是這感覺。檀健次演的謝雀山，斗笠遮面時眼尾露出來的冷冽殺氣，舉刀嘶吼時喉結在抖，眼淚在眼眶裡打轉就是不掉下來。車裂戲裡繩索附身的悲鳴，倒地後連呼吸都碎得發顫，那種控制力真不是靠後期修圖能修出來的。現在的殺青特輯早就變味了。以前的特輯是給觀眾看演員怎麼進入角色，現在的特輯更像是濾鏡展示片，磨皮磨得連毛孔都看不見，替身鏡頭切得飛快，生怕被人截到穿幫畫面。久而久之，大家對這種東西就免疫了，反正都是宣傳物料，誰信誰傻。但和不同周度這條特輯，檀木里清一色在刷內娛，居然還有這種質感。原因很簡單，檀健次走的是一條最笨的路。先說那個被反覆提及的20斤不忍甲，很多人以為這只是個數字，不就是穿個盔甲拍戲嗎？但你想過沒有？南宋時期的武將甲胄，全套負重20斤，穿着它在棚裡站5分鐘都費勁。檀健次是每天凌晨5點就穿戴好開始體能訓練，雨裡泥地裡摸爬滾打一拍就是好幾個小時。整部戲殺青下來，他整個人瘦了一大圈，病毒性感冒加蕁麻疹趕在一起，還得裹着冬裝毛領在盛夏酷暑裡硬扛着拍大夜。為什麼要做到這個程度？因為真正的武將呼吸的節奏跟普通人不一樣，穿上那20斤鐵，你走路、轉身、拔刀，所有動作都會變沉。這種物理層面的疲憊感，靠化妝做不出來。謝雀山這個角色，表面是個叛國投敵的冷血權臣，實際上是大裕秘密組織秉燭司蟄伏敵營8年的頂級暗探，代號叫燕。一個在敵軍腹地裝了8年的人，身上必須帶着那種被壓到極致的沉悶感，連喘氣都帶着鐵鏽味。這個角色的身世本身就夠戳人。謝雀山本名謝朝安，15歲那年敵軍攻城，父親舉家南遷，卻把他和母親遺忘在城裡。1年後，他帶着母親回到利都府的宅子望雪霧，跟父親的心結就此種下。後來他投入軍中抗敵3年，屢立戰功，又跟着恩師回京考科舉入仕做文官。母親因為不堪流言吞金自盡，因自殺者不能入祖墳，只能葬在野外孤冢。19歲的謝雀山怒極，跟謝家斷絕了關係。後來他在京城結識了2個摯友龐玉和宋沐川，3人常年在煙雨橋上月下醉酒作賦，被稱為煙雨3傑。但亂世不給人喘氣的機會，剛考完省試還沒來得及等開榜，敵人捲土重來。謝雀山臨危受命前往抗敵，因形勢所迫，恩師希望他臥底敵國。1個月後，京春之變發生，謝雀山投敵的消息傳回京城，他的名字被官家親自從殿試榜中劃掉。一個本應金榜題名的文人，從此背上叛國將軍的罵名，去國離鄉整整8年。他不是那種為愛黑化的套路反派，他的分裂感來自政治立場和個人名譽的極致對立。成功完成臥底任務後，在不知情的萬民唾罵中，謝雀山自願受極刑平民憤，換來朝廷出兵平定戰亂。南一後來四處奔走，才終於為他正名。
這種被所有人誤解卻依然選擇扛到底的悲劇底色，比單純的瘋批或者隱忍都更難演。這部劇的題材在當下的古裝市場裡也幾乎找不到對標。官方定位叫古言諜戰權謀，導演是拍過《鶴唳華亭》的楊文君，總編劇黃芬。整個故事的核心不是談戀愛，而是兩軍交戰不只靠刀刃。諜影掩映人心，各方勢力角力。總導演在芒果招商會上提到，谭健次屢次找他討論怎麼演好謝雀山，更威脅他多 NG 一些鏡頭，之日未做到盡善盡美。這幾年古裝劇要麼仙俠，要麼宮鬥，權謀線經常寫成一堆人坐在屋裡鬥嘴。但諜戰不一樣，策反、情報傳遞、心理博弈都是實打實的技術活，放古代背景下反而更有戲劇張力。殺青特輯裡曝光的那些實景搭建，船舶雛形建模、木雕刺繡紋樣，走的是低飽和度、克制光線、大面積留白的東方美學路子。群像的服飾各有講究，鎧甲重工冷硬，布衣啞光樸素，世家錦袍暗紋厚重。整個視覺體系都在強調一個字：藏，跟謝雀山這個人的生存法則一模一樣。劇集雙端預約量已經突破100萬，這個數據放在頂流劇裡不算誇張，但你要知道，這是一部剛殺青2個月，連定檔消息都沒有的劇。原著小說連載期間就進入了番茄完本榜 TOP1 和人氣榜 TOP2， 書粉基數本來就大，但真正把路人拉進來的是殺青特輯裡那種肉眼可見的較真勁兒。有人問谭健次為什麼接這個戲，他在殺青長文裡寫了一句：會搖橹嗎？可願渡我一程？145天。他把謝雀山去10條條，歸路遙遙的孤獨全裝進了自己的身體裡。殺青那天，他穿的是開機第一天的同款服裝，從初見走到落幕，首尾呼應，算是給這個角色一個完整的交代。所以說，殺青特輯裡那雙沒出息的眼睛騙不了人。穿上的不是20斤鐵甲，是謝雀山扛了8年的那座山。現在還有人願意為角色這麼往死裡磨自己，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。你們覺得內娛還有幾個演員願意吃這種苦？